AI 差点就说中了比赛结果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呢，我想查一下作为历史唯一一位既有 F1 WTC 又拿到过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冠军的尼基劳达当年的夺冠情况，于是问了这个问题。但没想到 AI 竟然告诉我有2位车手完成过这样的成就，我一看就笑了呀，心想人工智能还是不能取代人类啊。不过我很想看一下他说的第2个人是谁，结果往下一拉，我愣住了，因为他说的竟然就是维斯塔潘。就在昨天，维斯塔潘车队出征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，车队老板被安排在第8圈出场，排在全场第10位。经常关注汽车人的车迷们应该都知道，他很喜欢在刚出场时试探一下赛车和赛道的极限，就像月初在富士赛道手试 GT500 时候那样。而今天的维斯塔潘也不例外，只见原本正常行驶的3号 AMG 赛车一把方向开到了草地上，不知道的以为他失控了，其实他正在预演一会儿的超车动作。热身完毕，汽车人开启了超车表演，先在大直道上吃到前车尾流，轻松过掉 AMG 客户车队，并快速贴到兰博场队车手驾驶的7号赛车身后，通过轻微挤压前车车尾，导致其出现转向不足，从而完成超越。随后大直道上再过宝马 M3 旅行，此时34号马丁进站，维斯塔潘已经来到第6，气势如虹。正当人们好奇下一次超越将以什么方式完成时，全场最佳超车出现了。只见维斯塔潘艺高人胆大，全油门路段直接上草，过掉另一支 AMG 客户车队，来到全场第5。维斯塔潘的第一波超车表演告一段落，随着事故发生，多车进站重新洗白后，再度出川的汽车人依旧排在场上第5。而此时纽博格林部分区竟下了一会儿小雨，维斯塔潘笑纳大礼，连过2人上到全场第3。18圈雨止转晴，汽车人在直道上爆闪远光灯给前车压力，福特赛车的后视镜里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向他冲来。而维斯塔潘接下来的操作不像是在比赛，更像是在炫技。多停格直到末端是2个高速弯，紧接着进入一组低速组合弯，此时他已经来到第2，前面只有1台马丁，稳妥一点可以等下一段直道再超。但汽车人本着能卡极限绝不等待的原则，硬是选择在动物园门口强行动手，一举超越马丁，上到全场第1。更神奇的是，维斯塔潘在超越后又刚好从慢车身旁挤了过去，将2、3两名关在了门外，超越时机卡得分毫不差，计算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。幸好前面已经没有对手，这台毫无感情的速度机器在激烈运转差不多2个半小时后选择进站让队友巡航。截止比赛前3个小时，3号 AMG 车组依旧领跑全场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我们可以开始总结维斯塔潘首个24小时耐力赛冠军了。但就在这条视频即将发布之时，维斯塔潘车组竟然因为机械故障退赛了，拼尽全力奋战全场，却倒在了胜利的门前。相信很多车迷都扼腕叹息。不过这也是24小时耐力赛的魅力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